养龙虾了吗？现在最夯的 Open Cloud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体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先问你，你养龙虾了吗？好，不是讲的小龙虾哦。好，过去呢，在中国你会听到哦，小龙虾，哎呀，宵夜配啤酒。好吃啊！但是呢，其实现在养龙虾有另外一层的意义，那就是 AI 代理人、AI 助手迅速落地。好，我们首先要带您来看看这个养龙虾的风潮，近来在中国可以说不得了，超夯的啊。那到底背后代表什么意义呢？今天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为什么一开始跟大家讲那个好好吃的小龙虾呢？因为其实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哦。好，那么当然呢，一开始啊，就是中国很爱宵夜，就是要吃小龙虾，然后配一个冰凉的啤酒。哎呀，这是人生至乐啊！那你知道小龙虾其实啊，它是美国来的外来种，其实就叫做美国鳌虾。好，那这个美国鳌虾呢，其实到这个世界各国去，大家都觉得那叫害虫，因为它会破坏生态、破坏环境，可恶的要命。但是它来到了中国，哎呀，很奇妙，中国人利用它神奇的烹饪技术，把这个害虫摇身一变。变成了美食美味，所以呢，你看到现在小龙虾快要被中国人吃绝种，现在都养殖的嘛，对吧？所以呢，你看到了这种外来物种害虫，外来物种来到了中国，哎呀，巧手包装之后呢，现在崭新的面貌。你知道小龙虾啊，在中国的这个商机有多大吗？大概有4000多亿的一个这个人民币哦，哇，市场可真大。所以呢，今天要带大家看到这龙虾。一开始也不是源自中国，但现在呢，是不是要循着小龙虾的一个步伐，也要开始从中国开始发扬光大？好，为什么讲龙虾？最近这个养龙虾的一个热潮，其实呢是有一款的这个 AI。助理的一个 App 啊，这个 AI 助理一个软体啊，不能讲它 App。好，这个软体呢叫做 Open Cloud。那 Open Cloud 呢，它的一个这个图啊，它的一个小图案呢，它的图样就是一只红色的小龙虾，所以呢，大家都戏称它叫做小龙虾。好了，那这个 Open Cloud 呢，它是太神奇了。黄仁勋都直接称赞他说，这应该是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单一的软体发表了。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小龙虾了哦。这款 Open Cloud 它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让大家觉得很神奇的事情？过去大家用这个 AI 的一个这个助理用 AI 的工具，通常大家用 ChatGPT， 然后用 Gemini 嘛，那么相关这些。好，那这些它的用途是什么？你就问他问题，他回答你；你问他问题，他回答你。哦，就这样子，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然后呢，现在这个 Open Cloud 呢，它不只回答你，它甚至没有回答你，它就做了，它就是一个帮你搞定一个很棒的一个 AI 的一个助手了哦。所以如果说我们讲比较简单的话来比喻它的话，如果说像过去的 ChatGPT 或者是像 Gemini， 它就像是一个非常博学的参谋。那现在 Open Cloud 现在这个 AI 助理的一个软体呢，它就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员工，他会不只回答你，他把你通通做完。如果过去的一个 AI 的一个助理呢，叫做诸葛亮，他超聪明的，他给你好多建议。但现在呢，这个 Open Cloud 呢，他就帮你搞定，他是你的助手嘛，他就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员工。比如说，就像是这个长坂坡这个单骑救主的赵子龙直接帮你搞定事情了哦。好，那我们再继续举例啊。那你说，哎呀，我还是有一点懵懵懂懂，到底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哦？比如说过去呢，如果他安排行程，那我可能会告诉我的 AI 说，哦，我要到日本去玩，这个5天4夜的行程，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的景点啊？他帮你建议，还是建议你说，哎呀，这个东京很好玩，东京你可以去哪里，对不对？第一天你去哪里玩，第2天去哪里玩，第3天、第4天。第5天你的班机，那你早上可能还可以去个哪里玩，然后你下午的班机，他会这样建议你哦，其实也很不错啦。但是呢，现在如果你用 Open Cloud 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呢，它不只是告诉你说你这5天4夜你可以怎么样去哪里玩，它连机票都帮你订好，它会跑去
去看你的行事历，然后看你前一天的这个你可能你前一天工作到几点，他帮你订隔天的机票你前一天你工作好辛苦哦，所以呢我体恤你，我隔天呢帮你订的机票就不要那么早，就稍微晚一点让你睡个饱，然后呢这个到了机场之后呢，我就帮你订交通，我帮你订好机场接送，然后呢他还继续然后帮你订晚上可以住在哪里，然后隔天的景点在哪里，然后交通方式我这高铁票帮你订好，然后到最后一天机票再帮你带回你家里，所以呢它就是一条通一条龙，全部帮你搞定哦。那这当然是这个旅程的一个安排啊，那工作上的安排你更是要谢谢他了。非常复杂的，比如说你这个会议记录啊，这个各个部门的会议记录通通来呀，你过去要看完它，统整起来，然后写一份报告，然后还做一个精美的一个 PPT， 然后要去跟你的主管来报告说，哎呀，我们这个会议如何啊，各部门的一个工作进展列表格，他通通帮你搞定，你就一个录音笔放在你的会议当中，然后每个部门给你的资料你就通通都丢到电脑里你甚至不用丢到同一个地方给他，你只要下指令告诉他我要做一个会议记录报告，好，他就会开始这个 Open Cloud， 他就帮你去各个单位，他就帮你去 email 邮件信箱当中找到那个对应的单位他有寄一份这个他的一个工作内容给我，然后呢这个会议记录，我有一个录音档，然后呢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帮你做成一个完美精美的一个报告，可以让你工作的时候事半功倍。但是你听到这里你就知道你要开放很多的权限给他所以这也衍生出了另外的一个资安的问题。好，但是呢从过去出一张嘴就是回答你问题而已然后现在变成了直接上手帮你搞定，哇，天差地远。所以呢大家就说了，天哪，我后面好像仿佛有 AI 的千军万马在帮我一样所以呢现在这 Open Cloud 真是红翻天。于是呢我们来看最近这个在这个陆股当中有一档新上，只要跟这个 Open Cloud 扯上边的一些相关的个股这个都涨翻天。像是在今年1月份2026年1月份才刚刚这个 IPO 上市的一档新股它被称为叫做国产大模型第一股。好，那它叫做这个 MiniMax。MiniMax 呢，其实它叫上海的西宇科技这家公司呢1月份 IPO， 短短2个月呢，它的股价涨了740%，太神奇了，太神奇！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所谓的国产大模型第一股那这个大模型呢，它的一个这个 MiniMax 的这款模型呢，就被这个 Open Cloud 它的一个这个创办人是一个奥地利人，那奥地利人呢叫做这个彼得史伯格。好，他就讲了，他就说哇，这个 MiniMax 的这款模型就是最适合我的龙虾，完美的契合。然后他说他自己的电脑现在呢里面装的就是这款 MiniMax 的一个大模型，然后用它不断的再继续的跑，然后呢继续的研发，所以呢他说这真是太棒了。好，那除了大模型很好，完全开源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这个 MiniMax 它的一个价钱比较便宜所以呢，你知道这个龙虾这个它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这个你睡觉它不用睡嘛，它就不断的帮你工作，所以它其实会用到非常非常多的算力便宜就很重要了。所以呢，来看他现在呢，连创办人自己都说他在用这款模型。于是乎呢，这个公司一 IPO 之后，它马上股价就暴涨。好，那当然呢，大家就疯狂了，对不对？那疯狂了之后呢，不仅仅是这些相关的个股股价疯狂，哇，人也疯狂了。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现在有一个形容词叫龙虾邪教大家都在疯狂的养龙虾，大家呢都想尽办法要把这只龙虾养到自己的电脑当中来那甚至呢你看到了在这个中国甚至已经变成了全民运动了那大家养了龙虾之后呢，就要开始烧钱，因为你要运行它，你就要用到这个 AI 的一个这个算力的一个单位这个计价单位就叫做 token。好，那据说呢，有人养了龙虾之后，每天可能都要付出1000、2000美金这样的一个价格在这个运算它的一个东西了所以其实也蛮贵的。而且呢，你说这个 AI 的助手，它可以帮你做这么多的事情，居然呢出现了还蛮匪夷所思的状况是，这个 AI 助理它居然有些事情它已经可以害人类
雇用人类来帮他做，这是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哦。这个 AI 呢，它这个付钱给一个真的人类，叫他去做一件事情，这也蛮妙的。他叫这个人去做什么事呢？他叫这个人呢去拿一张这个看板，然后看板上写说是 AI 付钱，让我拿这个板子站在这个地方站1个小时。还真的，这人太妙了，他竟然就收了 AI 给他的钱，然后去做了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就看到了这个未来的世界，你知道，已经好像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哦。所以呢，你看到了，大家已经形容说，哇，这是养龙虾的风潮，已经快要变成龙虾的一个邪教了。好，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了黄仁勋怎么说的？黄仁勋说，哇，这个是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软体的一个发布了哈。那于是呢，当然辉达也不会错过。辉达呢，他说他要搭上这样的一个商机，所以呢，他在即将到来的 GTC 当中，他们也要推出他们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也是 AI 的 agent 这样的一个这个软体。那他也把它取名也叫 Cloud， 也是致敬小龙虾吗？不知道，他也会叫 Nemo Cloud。好，那 Nemo Cloud 他说我做的更好的地方就是我的资安做得更好。我们刚刚讲，你要这个助理帮你做事情，当然权限要给他嘛。你要他帮你订票，那你是不是护照号码要给他？你信用卡要不要给他？那你要不要开那个刷卡的权限给他？不然他怎么帮你付机票钱？对，所以你要权限开很多给他，那大家就会担心，哎呀，那我的资安风险，这个资安外流怎么办？所以呢，这个辉达说，我会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就不担心。他要在他的 GDC 大会当中，他也要推出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个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软体啊，那他希望他的客户都可以采用。那当然呢，我们刚刚看到了，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风靡嘛，所以中国所有的一些相关的科技巨头全部下场，没有一个能够放过这一次的商机了。好，我们来看到，其实在2、3月份你就看到了，特别是在深圳哦。非常多的这些科技巨头，他们是免费的，我帮你安装这个 Open Cloud， 因为呢，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大家用抢的，因为刚刚提到了这是一个开源的模型，所以呢，几乎在中国，只要你喊得上名的那种科技巨头，每一家都推出他们自己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小龙虾相关的软体哦，包括像腾讯、像阿里巴巴、像小米、京东也有，百度也有，然后字节跳动也有，大家都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那甚至呢，像腾讯它就推出好多种，有这个你可以个人化的，然后呢你可以企业用的，然后你还有专门哪一种特殊场景用的，它出了好多龙虾的一些相关软体哦，通通都给你。所以呢，它这个腾讯直接在他们公司楼下找工程师，然后呢你来，你带着你的电脑来，带着你的硬体来，我就直接帮你安装。因为其实这龙虾这个 Open Cloud 它其实没有那么这个简单用，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安装上的技术门槛。所以呢，这个腾讯为了你安装我的腾讯帮你出的这个 Open Cloud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软体的话，那你以后呢就等于绑定我，因为你在运作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这个 agent 的时候呢，它其实需要非常大量的一个这个云端，它需要算力，它需要储存的地方。所以呢，现在这么多家的一些公司，大家都免费帮你安装，就是我帮你装了，那你东西就放在我这里了。所以呢，这其实变成了一个这个生态跟流量的绑定哦。你用了我的，那你之后就会留在我这个地方了。所以当然你就这样听起来就知道，每一家都不能输，大家都拼命在抢这样的一个龙虾商机哦。那甚至呢，中国他们连政府呢也下场。我们来看到现在在中国很嗨的这个龙虾10条都出了，说什么龙虾10条补贴你啊，补贴政策来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像是在深圳的一个龙岗区，他们就推出了这个龙虾10条，支持你利用龙虾这样的一个软体来创业。那各种比如说呢，你如果是艺人公司的话呢，你如果要用这个 Open Cloud 这样的一个软体，然后创业，你就去各自发想，你去开发，还有什么样的应用可以
你就用，你就去开发，然后呢，我就给你3个月的免费算力，然后有的呢会补贴你，直接补贴你金钱。如果呢你要开发的那个软体应用，哇，太棒了，我可能最高我可以补贴到你200万。然后如果是企业呢，我要安装这样的 Open Cloud， 然后我要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的员工的话了，可以，我最多呢补贴你的这个40%你的费用哦。所以呢，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补贴。那继这个深圳龙岗区之后呢，你看到连江苏的这个无锡的高新区也同样推出了相关的一些补贴。那包括深圳、龙岗、像无锡呢，他们都要抢，他们要抢什么？抢人才。我这么多补贴，你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 AI 这样的一个软体来创业的话，你就到我这里来。他们都希望可以成为那个全世界AI 创业的那个首选之地。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哇，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中国蛮妙的哦。每一次有什么样的科技的一个最新科技，他们几乎都非常早采用，然后呢，都大家一头热的要来做这件事情。你看这次的龙虾就是这样啊。其实，在龙虾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哦，中国真的是最热情的那个地区了哦。因为呢，在美国曾经发生一个状况是 Meta 的这个高层主管，他就用了这个 Open Cloud， 然后他说要请这个 Open Cloud 帮他整理他的电子邮件信箱。结果呢，可能其中当中这个哪个环节没设好，所以呢，他就眼睁睁看着这个小龙虾把他所有的电子邮件全部删光，他惊呆了。他说：“天哪，这是我的工作邮件哎！”所以他最后是冲到了那个主机的地方，直接强硬的关机，才阻止小龙虾把他所有的信件给删光。所以他后来就在网络上抱怨说：“那也太夸张了吧？怎么会这样？”马斯克都笑他。马斯克说：“怎么会人类把生命交给猩猩？”就觉得很瞎。好，所以呢，你就说了，你看国外就会觉得说，还是有一点这个治安危机，所以在用的时候还蛮谨慎的。但是呢，身为这个作为非常热爱科技，永远呢要走在科技最前沿的中国的这些民众来讲，大家真的是很嗨啊，感觉好像就是。我就算知道它可能有一点这个资料外泄的危机，但是我就是要用啊，我就是要发展啊。所以现在呢，看到了中国呢，这可能又是下一个风口了哦。大家呢就是不断的在发展这个 AI 的代理人、AI 员工的一个这个。各式各样的应用的发展了哦，所以你就看到了，其实呢，这个小龙虾这个用途蛮多的，就看你怎么用，怎么应用。那现在呢，看到了中国很多不错过的一些科技巨头都在掌握这个商机。那不晓得你听完之后会不会很想试试看呢？好，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近来的龙虾热潮，这是未来AI 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哦，我们千万都不能错过。好，这是今天整理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